拜登上台之后，并没有如同特朗普那样对朝鲜采取温和政策，而是持续保持高压态势。韩国也抛弃了之前的求和平立场，联合美日对朝放狠话，还接纳美国核潜艇在半岛附近游堰。在朝鲜半岛严重政治军事形势下，朝鲜军方大将被撤换，宣布进一步做好军队战争准备。据朝中社报道，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，会议强调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形势急剧恶化，应分析出彻底前置进攻性军事应对方案，做好一切战争准备。在出现变故时，必须以压制性战略遏制力一举粉碎敌人的攻击，并采取同时多发性军事攻势。在会议中，金正恩表示，朝鲜的军事战略是先压制敌人的兵力使用，在战争爆发后一鼓作气消灭敌人的各种形式的进攻行动。为了达成这种战略目的，必须要有强大的军队和具有威慑力的打击手段。朝鲜军队要扩大执行战争遏制力的使命，演练各部队灵活部署，同时要求进行实战训练，熟练运用各种新型武器装备，最大化提升军队战争执行能力。在最后，金正恩还亲笔签署了重大军事措施命令，免除朴修日的总参谋长职务，任命李勇基为新一任总参谋长。近些年来，虽然朝鲜经济发展并没有很大的起色，但始终在军事上保持着高战斗力，对美日韩形成威慑，避免受到西方敌对势力干涉和侵犯。朝鲜之所以采取这样的动作，是因为美国联合日韩不断发出军事挑衅，除了在半岛附近举行军事演习之外，还派出侦察机甚至是轰炸机到半岛附近巡逻，严重威胁到朝鲜安全。媒体还放出风来，称美日韩三国领导人计划在8月18日举行首脑会谈，强化对朝鲜的制裁措施，强化美国核保护伞威慑。在此次会议之后，美日韩三国可能会组建一个新的针对朝鲜的军事联盟，朝方加强作战准备并换调大将，就是对美日韩可能采取行动的因应措施。前段时间，中国和俄罗斯代表前往了朝鲜，参加朝鲜战争停战70周年纪念活动。俄罗斯防长绍伊古和中国党政代表李鸿忠应邀访问朝鲜，可不仅仅是仪式性的。中国和俄罗斯在安全方面为朝鲜提供了政治支持。在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见面时，中方表示，双方伟大的战争友谊是用鲜血凝结的，无论国际局势如何变化，中朝友谊都不会改变。更重要的是，中方致力于寻求政治解决朝鲜半岛问题，希望维护半岛地区和平与稳定。中方说的这番话，除了对美日韩的警告之外，也有提醒朝鲜方面的意思。纵然美日韩多次挑衅朝鲜的底线，但是朝鲜要沉住气，不要妄动战争。一旦半岛生出战火，所带来的连锁效应会将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都卷进去。在此背景下，中国驻韩国大使辛海明和俄罗斯驻韩大使库里克在韩国举行了会面，双方就中俄关系及朝鲜半岛等问题交换了意见。不管是俄罗斯还是中国，都不希望看到朝鲜半岛现在打起来。俄罗斯深陷俄乌冲突的泥沼，而美国也联合盟友对台湾虎视眈眈，就在等一个对抗中国的理由。在国际事务上，由中俄出面解决，要比朝鲜做出战争姿态要好得多。